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夜时间。今晚我想和你聊一个可能有点刺耳的词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要善良，要懂事，要体贴，要吃亏是福。但是随着年岁渐长，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活得最累、受委屈最多的人，往往就是这些所谓的好人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明明自己已经累得喘不过气了，但面对别人的请求，那句不行就是卡在喉咙里说不出口。明明对方已经踩到了你的底线，你却还在为他找借口，担心如果翻脸了，场面会太难看。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周围的关系，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好相处。但结果呢？你的迁就换来的往往不是感激，而是得寸进尺。所以今晚我想给你一剂解药，但这剂药可能会有点苦，甚至有点凉。我想聊的这个词叫做心狠。别急着划走，也别急着反驳。我说的心狠，不是让你去伤害别人，不是让你变得冷血无情。我说的心狠，是一种高级的自我保护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状态。就像导演贾樟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人有时候需要某种无情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反常识？但你仔细琢磨一下，在这个人情社会里，如果不带一点点无情，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像漏水的沙袋一样，流向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。当七大姑八大姨来干涉你的生活，当并不熟的朋友来消耗你的情绪，如果你没有那一点点无情把门关上，你的生活就会变成一个公共广场，谁都可以进来踩两脚。这不仅仅是一种防御，更是一种筛选。那些因为你的拒绝而离开的人，本来就不属于你的生命，而那些因为你有原则而更加尊重你的人，才是你真正值得留下的同路人。这种无情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深情。所以今晚让我们试着卸下那个老好人的面具，聊聊如何做一个不好惹但活得爽的人。首先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吗？如果是，那你一定活得很辛苦吧。高敏感的人通常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，你们就像雷达一样，能敏锐地捕捉到周围人的情绪变化。别人皱一下眉，你就在想是不是自己说错话了；别人叹一口气，你就忍不住想去安慰。你们就像一个小太阳，温暖了所有人，却唯独把自己燃烧殆尽了。我见过太多的这样的小伙伴，他们在职场上活得小心翼翼，明明是同事的工作失误导致项目延期，老板发火的时候，同事不说话，高敏感的你却忍不住站出来把责任揽了一半，心里想着大家都不容易，我帮他扛一下。结果呢？同事感激你了吗？没有，他下次还会把烂摊子甩给你，因为他潜意识里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无限兜底的人。你的善良在没有边界的时候，其实是在纵容恶，你的内耗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。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，为什么他连句谢谢都不说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亲爱的，受伤的当然是你，因为是你自己把刀递给了别人。但是朋友，我想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换来真心。很多时候，你的过度共情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一种廉价的便利，因为你太好说话了，因为你太容易原谅了，所以大家觉得伤害你的成本很低。反正他脾气好，没事，反正他会理解的，不用解释。你看，这就是人性的弱点。人总是习惯于欺负那个最善良的人，因为安全。而且这种好人人设一旦立起来，就像穿上了一双红舞鞋，停不下来。一旦你有一次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，他们对你的攻击会比对那些一直坏的人更猛烈。
这就是所谓的升米恩，斗米仇。你给了他100次糖，第101次没给，你就成了罪人。与其最后翻脸成仇，不如一开始就做一个冷淡的人。我记得演员宋佳在一次访谈里说过一句话，让我印象特别深。他说，一个女人只要她会狠，而且这个狠不是装出来的，是真的狠，那么她的人生就不会太差。当时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他说的狠到底是什么？我觉得那是一种杀伐果断的底气，是那种我可以爱你爱到骨子里，但如果你触碰了我的原则，我可以立刻把你剔除出我的生命，哪怕再痛，我也绝不回头的决绝。这种狠是对自己的负责，它意味着你不再把别人的评价放在自己的感受之上，它意味着你开始懂得我的情绪比你的面子更重要。这让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位女高管西总，她在公司里是出了名的铁娘子。有一次，一个跟了她3年的老部下，因为一时贪念拿了供应商的回扣，那个部下跪在她办公室哭，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求她网开一面。周围的人都劝他，西总，算了吧，让他自己辞职就行了，别报警了，毕竟跟了你这么多年。如果是以前的我们，可能心一软就放过了，但西总没有，他极其冷静地报了警，走了法律程序。事后有人说他太绝情，他在私下的饭局上跟我们说，如果我今天对他心软了，就是对那些兢兢业业遵纪守法的员工的不公。我的心狠是在维护规则的尊严，也是在维护我自己的底线。如果底线可以因为眼泪而移动，那它就不是底线，那是披巾。你看，这就是真正的狠。它不是情绪化的发泄，不是歇斯底里的报复，而是一种极其冷静的原则性。这种狠能帮你过滤掉烂人烂事，能帮你建立起一种强大的气场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开始变得心狠一点，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？一开始可能确实会有人说你变了，说你冷漠了，说你不近人情了，但慢慢的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，周围的人开始尊重你了。当你第一次拒绝了同事无理的加班要求，虽然气氛有点尴尬，但他下次再想把活甩给你的时候，就会掂量掂量。当你第一次对亲戚越界的催婚对了回去，虽然他们会背后议论，但下次再见到你，就不敢再随意指手画脚。这就是边界感的力量，而边界感是靠心狠建立起来的。如果你永远都是一副笑眯眯、好说话的样子，你的边界就是一圈篱笆，防君子不防小人。只有当你露出一点点獠牙，表现出一点点不好惹的气场，你的边界才是一堵高墙，才能真正保护你内心的花园。说到这里，我想特别聊聊一个词，叫为你好。这可能是中国家庭和社会里最大的一个谎言。有多少人是以为你好的名义在行控制之时？我不让你去大城市闯荡，是为你好，女孩子家安稳点好。我让你赶紧结婚，是为你好，老了有个伴。我让你把钱借给舅舅，是为你好，亲戚之间要互相帮衬。这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是，你必须按照我的剧本活，否则我会感到焦虑，我会感到失控。这就是情绪勒索。他们把自己的焦虑、恐惧、虚荣打包成一个叫爱的礼物，强行塞给你。如果你不接受，你就是不孝，你就是不知好歹。这种道德绑架比直接的打骂更伤人，因为它让你在反抗的时候充满了负罪感。听起来是不是都很耳熟？是不是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爱意？但是当这些话让你感到压抑，感到窒息，感到自我怀疑的时候，请你立刻警惕起来。真正的爱给人的感觉应该是温暖的、流动的，让人充满力量的。如果一份爱让你感到沉重，那它就不是爱，它是规训、
它是枷锁。如何识别虚伪的为你好？其实很简单，看行动。真正的好意是明确且清晰的，要么给你提供情绪价值，让你开心，要么给你提供实际利益，帮你解决问题。除此之外，一切轻飘飘的口头建议，一切让你牺牲自己去满足别人的要求，你都可以视为多管闲事。举个最扎心的例子，父母催婚，他们是真的担心你孤独吗？也许是，但更多时候，他们是在缓解自己的焦虑，是为了在亲戚面前有面子，是为了完成某种社会任务。如果真的心疼你，觉得你一个人在大城市辛苦，真正的为你好，应该是给你打钱，帮你买房，或者只是单纯的告诉你，累了就回家，爸妈养你，而不是每一次打电话都变成一场关于你怎么还没嫁出去的审判。在感情里也是一样，那个口口声声说我管你是因为爱你的伴侣，如果除了给你制造焦虑和限制你的自由，给不了你任何实际的支持和滋养，那他就是在吸你的血。这时候你需要的就是那一点点心狠，你需要冷冷地看着对方的眼睛，心里清楚，你不是为我好，你是为了让你自己爽。然后优雅地、坚定地把这层虚伪的面纱撕下来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不需要，这是我的人生，后果我自己承担。这里我要教大家一个话术，或者说一种思维方式。当别人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干涉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微笑着反问一句，如果我按照你说的做了，结果不幸福，你能为我的人生负责吗？如果我结婚了但不快乐，你会替我离婚吗？如果我留在家乡但一事无成，你会养我一辈子吗？这时候你会发现99%的人都会闭嘴，因为他们只想享受指导你的快感，却不想承担你人生的风险。只有你能为你自己负责，所以只有你有权做决定。当你第一次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发抖，会内疚，但相信我，说完之后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，因为你终于拿回了人生的主权。其实我们之所以不敢心狠，不敢拒绝，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不够强大。我们在潜意识里还把自己当成一个弱者，我们害怕一旦拒绝了别人就会被孤立，害怕一旦切断了关系就无法生存。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《天道》里的一段话。丁元英说，大多数人的文化属性是弱势文化。什么是弱势文化？就是期待救主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在单位靠领导，老了靠子女。我们总是在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强者，希望别人来为我们的命运负责。因为想依赖，所以不敢得罪；因为想破格获取，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。我们总觉得，如果不合群就会死，如果不讨好就会被抛弃。这是原始社会留给我们的基因本能，但在现代社会，这种本能已经过时了。在现代社会，真正的生存法则不是抱团取暖，而是价值交换。你有价值，你哪怕在深山老林里，也会有人三顾茅庐；你没价值，你哪怕天天在社交场上陪笑脸，也只会被人当成背景板。所以，真正的强者思维是什么？是我永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我永远可以舍弃任何一段关系，我永远不会被怕字打败。这就是心狠的底气来源。当你拥有了这种思维，你就没有人可以拿捏了，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来获取资源，你不需要依附任何人来获得安全感。你的安全感来自于你口袋里的钱，来自于你大脑里的知识，来自于你强大的内心秩序，甚至来自于你那种随时可以掀桌子的能力。当你拥有了这种能力，你反而不需要掀桌子了，因为别人看到你手放在桌边就已经开始讲道理了。在外人看来，现在的你可能有点凉薄，
有点毒，甚至有点不近人情。但只有你自己知道，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清醒。你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效的社交上，你不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，你把所有的能量都收回来，聚焦在自己的成长上。这是一种融合了智慧、强大和善良的稀缺状态。你的善良不再是烂好人的软弱，而是带有锋芒的慈悲。你依然会帮助别人，但前提是那个人值得，而且你乐意，而不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。你开始懂得，人生其实是一场独行，那些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寥寥无几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？为什么不把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请出你的生命列车？车票很贵，座位有限，别让那些逃票的人占了你最爱的人的位置。朋友，夜深了，如果今天的节目触动了你，我希望你今晚能做一个小小的练习，回想一下最近一件让你感到委屈但又没敢拒绝的事情。也许是同事让你帮忙带饭却从不给钱，也许是伴侣对你的付出理所当然。试着在心里对着那个场景坚定地说一声不，或者在下一次面对这种冒犯的时候，试着冷下脸来，不要笑。真的，试着不要笑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收起笑容，露出一点点锋芒的时候，世界并没有崩塌，相反，世界变得安静了，变得更有秩序了。人生苦短，我们没有义务去取悦所有人，我们唯一要交代的只有我们自己。去做一个心狠的人吧。